们今天订的酒店，它以前是广州的一个化学试剂厂，一个那种工业园区吧，改造的一个酒店。这是我们的房间。这次订的是一个榻榻米房型，床就是这样在地上的。房间不算很大，但这边就是还蛮安静的，因为它在工业园区里，也不是很靠近马路，里面有种鸟语花香的感觉。这是卫生间，卫生间也还挺大的。这个是酒店的前门出去，它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小院子。自动感应。这里晚上还挺好看的，亮灯。酒店的公共区，瞅一眼，晚上有灯光。这边做了一个空间，他们放了一些那种以前这里化学试剂厂的一些东西。这里还有只小猫哎，要不往这边走都不知道这里有小猫咪。啊，跳下来了。这个空间就放了一些以前那种化学试剂厂的东西，在这里做一个小展览一样，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已经是第3次来广州了，这次就比较想看一点不一样的，选择了南越王博物馆。现在是早上9点钟，这个北京路附近还没有什么人。我们今天早上准备先去南越王宫展区。我们在哪？这条路如果到中午的话，估计就还会挺多人的。我们现在趁着早上，就店家都没有开门，也没有什么路人，就来这边走一走。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南越王博物院，它这个是王宫展区，它分为2个展区，王宫展区跟王墓展区还不在一个地方。我们就准备先参观这个王宫展区，等会儿再去王墓展区。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1、2、3、4的来逛吧，先去1号那边的南越公园馆。南越王博物院呢，它主要分了2个展区，一个是王墓展区，一个是王宫展区。我们首先选择参观了王宫展区。这个王宫展区，它是以南越国的王宫遗址为核心，这个遗址层上叠加了自秦汉至民国共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城。我现在参观的这片曲流石渠，它是南越国的御苑遗址，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为完好的秦汉宫苑遗址。这个遗址参观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水景，通过博物馆里的文字和图片介绍，可以了解到古代宫苑的排水系统构造，不得不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啊！遗址区还保留了一个考古关键柱，这是当时发掘时特地留下来的，能反映遗址的各个底层。它也体现出从西汉到民国跨越了12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也体现了广州的城市中心从未改变。参观完了遗址区，接下来参观的就是陈列馆了。陈列馆有3层，还挺大的，其中包括了南越王宫、南汉王宫出土的文物，还有关于名城广州2200年历史记录的展厅。整个王宫展区参观下来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现在我们打车到了南越王博物院的王墓展区，现在这边好多人啊，因为已经11点多了，游客陆陆续续多了起来。王墓展区它是岭南地区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彩绘石室墓。这个展区比较特别的就是游客可以真实的下到原来的这个墓葬区去参观，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吧。之前去洛阳的时候就特别想去参观洛阳的古墓博物馆，可是当时正好是闭馆在维修，没有参观成。除此之外，王墓展区的陈列馆也非常精彩，比如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洗金印、角形玉杯、丝履玉衣等。这个展区整个参观下来也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参观完博物馆，我们就坐地铁到东山口这一站下，可以逛一逛新河浦历史街区，感觉这里是老广和现今潮流的融合，成片的民国风小洋楼，还有一些值得参观的红色纪念场馆、遗址等，以及很多非常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啊、服装店。我们还是选择进来参观这个3大会址的这个纪念馆。
它这个纪念馆的位置离那个东山口的地铁站不是很远，所以我们现在就在附近逛。然后这一片都是一些那种偏民国风的建筑群，就是拍拍照啊、参观一下都挺不错的。这个3大会址的纪念馆有2层，虽然展区不是特别大，但是里面的布展还是很用心的。参观下来大概需要半小时到1小时的时间。参观完纪念馆，我们就在附近压压马路，找一找咖啡店什么的。这边真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店，装修也看着特别舒服，就很适合随意的走一走、扫街、压马路。而且对于一个非常喜欢喝咖啡、喜欢去各种咖啡店的人来说，这片区域真的是非常对我胃口了。本来这一天下午是预约了广东省博物馆要去参观的，但因为春节期间实在是人特别多，感觉这个时候去博物馆体验不会很好，就替换成了这片区域。我们来广州这几天吃到了这个幸福甜品，我个人还是挺推荐这一家的，尤其是蛋奶，之前在武汉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我们吃的这家好像还蛮有名的，然后到现在8点多了，还不停的有人来排队。我点的这个是香芋蛋奶，就很浓厚的那种味道，还蛮好吃的。然后这个姜撞奶感觉比我们之前在武汉吃的要姜的味道要浓郁很多，但是味道也还蛮好的。哇，好多芋头，你看。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旅游内容，也欢迎看看我其他的视频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